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，你为了动一场手术，已经严格禁食整整8个小时了。对，又饿又渴，真的非常难熬。没错，好不容易换上那种很单薄的手术衣，人都已经躺在病床上，被推到开刀房门口了。结果呢，麻醉科医师看了一眼监视器，眉头一皱，突然喊停。医生通常会说，不行，病人血压飙到190，手术风险太高，立刻退房。哇，立刻退房哎！这种情况下，病人和家属绝对是充满错愕跟委屈的吧？确实啦，这种戏剧化的场景啊，在外科病房其实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哦。你可以想象那个病人被推回病房的心情，他们通常会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？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的起点。我们今天看了一份来自台湾外科病房前线的临床观察，叫做《小白护理笔记》。这份笔记真的很写实，里面记录了无数个像这样被退房的案例。当护理人员去安抚病人的时候，最常听到的一句抱怨就是：“我明明都有按时囤降血压药啊，最近连一粒盐巴都不敢多沾，为什么血压还是降不下来？”好到病人甚至会怀疑说，是不是医生开的药根本没有效？对啊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临床痛点。在台湾，每4个成年人就有1个有高血压。而且更具警讯的数据是，将近一半的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血压已经严重超标了。一半的人都不知道，这太可怕了吧？是啊，大家往往把焦点放在餐桌上的盐罐，或者是有没有吞下那颗降血压药，却完全忽略了我们身体在24小时内所经历的其他事情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。我们今天不谈那些生硬难懂的医学名词，而是要跟着这份第一线的临床观察，带你一起看懂为什么。对，为什么明明吃得很清淡，也有吃药，血管却还是在默默承受极大的压力？那些我们觉得很正常，甚至自以为很健康的生活习惯，到底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引爆高血压这颗定时炸弹的？其实要解开这个谜团啊，我们必须先建立一个核心的生理概念，那就是血管是有记忆的。等一下，我们来好好拆解一下这个概念。血管有记忆，所以它不单纯只是让血液流过去的水管而已吗？没错，很多人把血管当成没有生命的塑胶管啊，但其实血管内壁布满了极度敏感的内皮细胞，这些化学与物理的微小伤害会慢慢累积，导致血管壁持续发炎、变厚，最终失去原本的弹性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血管就像一条原本充满弹性的全新橡皮筋。我们以为只要今天不吃咸的就没事，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因为各种习惯用力拉扯它。这个橡皮筋的比喻非常精准，你今天拉扯几次，明天拉扯几次，直到有一天它彻底疲乏了，变得非常僵硬。失去弹性的橡皮筋，只要稍微施加一点压力，就会紧绷到快要断裂的极限状态耶。完全正确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病人的血压会像云霄飞车一样，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瞬间飙高，因为他们的血管已经失去了缓冲压力的空间了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那既然问题不只出在餐桌上那块看得见的盐巴，那我们就顺着一个普通人的一天24小时来检视看看，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默默拉扯我们的血管橡皮筋。好的，那我们从早上的饮食开始看。这份护理笔记直接点明了一个盲点，叫做披着羊皮的隐藏版高钠食物。这真的是现代饮食中最危险的陷阱之一了。多数人有一种直觉式的迷思，就是觉得只要吃起来不咸，钠含量就不高。但其实在现代食品工业的加工技术下，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，对吧？错得离谱。笔记里列出的名单真的让人意想不到诶，像早餐的白吐司、标榜健康的燕麦片，还有下午茶吃起来甜甜的低卡果冻，甚至是零脂优格。更别提那些喝起来根本不咸的火锅汤底了。我其实想反问一下火锅汤底为了提味加钠我还能理解了，但为什么连甜的低卡果冻跟优格要加大量的钠？其实这背后有很纯粹的化学与商业考量。在食品加工里面，钠不只是用来制造咸味的，
那它还能干嘛？它更是极佳的防腐剂和保水剂啊！它可以维持食物的蓬松口感，增加粘稠度，还能延长保存期间。原来如此，所以即使是甜食，为了口感和防腐，也会加入大量的隐形钠。没错。好，最有趣的地方来了，我们来谈谈机制。吃下这些隐形钠之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之前听过一种说法，说钠太多，就像单线道涌入太多车子造成塞车，这听起来合理吗？其实用塞车来比喻不太精确了啊。哦，怎么说？比较准确的物理机制是渗透压。当你把这一些隐形的钠吃下肚，大量的钠离子进入血液后，它们有一种强烈的化学特性。什么特性？它们会把周围组织的水分紧紧拉进血管里面。哇塞，所以这不是车子变多的问题，而是水量的问题耶。没错，水量暴增。这就像是你本来只用一条普通的花园水管在浇花，结果你突然把它接上消防栓，强行灌入高压的超大水量。对，管壁承受的物理压力瞬间就爆表了。这就是高血压最直接的物理成因之一。所以血管里的水量因为钠的牵引而暴增，血管壁的压力自然就直线上升了。是的，所以说我们的味觉是会被现代食品工业欺骗的了。我们唯一能自保的方法，就是养成翻到包装背面看营养标示中钠含量的习惯。真的不能只靠嘴巴尝。好，那我们吃完早餐、午餐，来到白天的工作时间。这段时间我们可能不会一直吃东西，但在职场上，我们会面临极大的压力、焦虑。还有很多人会为了开会而憋尿。对，笔记里提到，情绪和憋尿也是破坏血管的重头戏耶。没错，我们先谈谈压力与情绪。当你急躁、生气或持续焦虑的时候，身体会大量分泌一种叫做皮质醇的压力荷尔蒙。等一下，我对皮质醇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它会让人囤积腹部脂肪，或者是导致免疫力下降耶。它到底是怎么直接伤害到血管的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皮质醇如果长期处于高浓度，它在血管里的作用，就像是一种化学砂纸。化学砂纸听起来就很痛诶。对啊，它会不断刺激血管内皮细胞，造成微小的发炎和损伤。然后呢？为了修复这些微小的撕裂伤，血液中的胆固醇和发炎物质就会覆盖上去。久而久之，血管壁就结痂了，变厚了。哇，这就是动脉硬化的过程吗？没错，这就是动脉硬化。化学砂纸这个概念真的很具象。那除了情绪造成的慢性发炎，笔记里还提到一个非常戏剧化的词，叫做血压海啸。这个真的很危险。引发这个海啸的动作竟然是憋尿。开会、长途开车，大家都有憋尿的经验吧？为什么憋尿会跟血压扯上关系啊？这牵涉到我们身体的警报系统哦。我们的膀胱壁上布满了神经接受器。当你憋尿，膀胱被撑到极限的时候，膀胱壁的微血管会受到严重压迫。这时候神经系统不会只是轻轻提醒你说，该去厕所了。那他会怎么做？它是直接向大脑发送最高级别的求救讯号。也就是说，从演化的角度来看，我的大脑其实分不清楚，我现在是因为老板还在讲话，所以不能去厕所，还是我现在面临了生死交关的危机。没错，大脑只知道器官快要受损了，所以直接按下恐慌按钮。天哪，大脑一收到这个讯号会发生什么事？为了应急，大脑会瞬间引发强烈的交感神经反射，分泌大量肾上腺素，这会导致你全身的微血管急剧收缩，心跳加速。试图把血液集中到重要器官吗？对，在病房里护理人员最常遇到摄护腺肥大的老人家，因为尿不出来，血压直接飙破200。飙破200，这随时会中风吧？但神奇的是只要插上导尿管，把尿液排空，警报解除，血压立刻就像溜滑梯一样降回正常值。这真的是身体一种非常原始的优先权取舍耶。为了解决眼前的危机，直接牺牲了血管的平稳，完全不管血管受不受得了。确实是这样。那除了憋尿，笔记还提到温差的影响。夏天频繁进出冷气房，
或是冬天洗澡脱衣服的那一瞬间，对吧？没错，剧烈的温度变化也会让缺乏弹性的血管产生痉挛。如果这时候你忙到忘记喝水，血液变得浓稠，那心脏不就必须用极端的力气才能把血打进去？是的，心脏必须极度用力，才能把浓稠的血液打进那些正在痉挛收缩的血管里。这些都是发生在白天的无形重击。了解。好，那我们终于结束了一天疲惫的工作，回到家躺在床上，晚上总该是血管休息修复的时间了吧？理论上是了，但这里我们迎来了现代人最难戒除的习惯。报复性熬夜，睡前躺在全黑的房间里划个1-2小时的短影音。这个习惯正是剥夺血管修复机会的元凶啊！关键就在于手机荧幕发出的蓝光。我理解，蓝光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，让人比较难入睡啦。但这跟血压有什么直接关联？褪黑激素不就是一种单纯帮助睡眠的物质吗？其实褪黑激素不只是帮助入睡哦，它更是大脑切换日夜模式的关键信号。日夜模式。对，当蓝光透过视网膜进入大脑，大脑会误以为现在还是白天，太阳还很大。哇，被骗了。是啊，因此它不仅抑制褪黑激素，更糟糕的是，它会让你的交感神经持续保持在活跃状态。正常情况下，睡觉时血压应该要降的吧？没错，正常人进入睡眠时，血压应该要自然下降10%到20%，这被称为夜间血压下降，是心脏和血管获得喘息、修复伤的关键时期。所以，当我们觉得自己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滑手机放松时，在我们大脑和心血管的视角里，其实我们正穿着盔甲在战场上厮杀。对。这真的是太讽刺了，这感觉就像是我虽然整个人躺平了，但我的大脑其实正把车子排在空档，然后一整晚狂踩油门不放。这个比喻非常贴切，引擎整晚都在高转速空转，完全没有冷却的时间。天哪！医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为夜间血压不降。临床数据显示，夜间血压降不下来的人，引发中风和心肌梗塞的几率，比那些白天血压高但夜间血压能正常下降的患者还要高出好几倍呢。因为血管等同于24小时都在超时加班嘛。对，完全没休息。这听起来已经够折磨人了。但这份护理笔记在最后揭露了一个破坏力最强，甚至就发生在你毫无知觉、自以为睡得很熟的时候的终极大魔王。是的，这个终极杀手在临床上非常常见，却极度容易被忽视，那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，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严重打呼。这里真的要请你，也就是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，好好回想一下。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。我们常常有一个迷思，觉得伴侣睡觉打呼打得很大声，像打雷一样，代表他今天工作很累，现在睡得非常沉、非常香。必须说，这是一个极度致命的误解。震耳欲用的打呼声绝对不是深度睡眠的配乐，那是身体正在发出我快要窒息了的求救悲鸣啊！睡觉的时候，呼吸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当人进入睡眠，全身肌肉会自然放松嘛。如果你有肥胖问题，或是天生呼吸道结构比较狭窄，放松的肌肉就会导致呼吸道塌陷。塌陷，所以空气进不去。空气被强行挤压通过狭窄的通道，震动组织，就产生了打呼声。更严重的是，当呼吸道完全塌陷时，呼吸会中断10几秒，甚至几十秒哦。等一下，我们来厘清这个机制。呼吸中断20秒，这代表血液里的氧气浓度会开始直线下降，对吧？那大脑会怎么解读这个状况？他会觉得我只是忘记呼吸了吗？绝对不是，大脑对氧气极度敏感的。当血氧浓度快速下降，大脑感受到的是最直接的死亡威胁。死亡威胁？对，它会判定你现在正面临濒死状态，可能是被掐住脖子了。为了保命，大脑会紧急分泌超大量的压力荷尔蒙，把神经系统狠狠地踹醒。没错，强迫你的身体大口喘气。难怪
所以当大脑以为我正在被掠食者攻击，快要窒息的时候，它当然会毫无犹豫地按下恐慌按钮。是啊，这个强制的唤醒机制会让心跳瞬间飙高，全身血管剧烈收缩。这太疯狂了！我们以为伴侣的鼾声是深睡的证明，结果竟然是身体的缺氧警报器。而且这个过程一个晚上可能会反复发生几十次，甚至上百次吧。是的，你的身体表面上躺在床上，但实际上你的心血管系统整晚都在跑高强度的间歇性马拉松。听众朋友，你可以自我检视一下哦。想想看你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你有没有常常觉得口干舌燥，明明睡了8个小时，却觉得有一阵轻微的头痛，甚至觉得越睡越累？你可能以为自己只是睡太沉，但其实你的身体刚经历了一整晚的生死搏斗啊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病人在白天抱怨降血压药没效。因为问题的根源根本不在白天，而在于夜晚的慢性缺氧。没错，这份资料强烈建议，如果有这些症状，请立刻去大医院的胸腔内科或耳鼻喉科做睡眠检查。只要用呼吸器解决了睡眠缺氧的问题，高血压就能改善吗？没错，临床上有很多高血压患者戴了呼吸器之后，高血压竟然就奇迹似地大幅改善了。因为移除了这个最大的隐形杀手，血管才终于得到了真正的休息。我们走过了完整的一天，从早上的隐形钠、白天的压力与憋尿、睡前的蓝光，一直到半夜的呼吸中止。每一环都在考验我们的血管。那么具体来说，我们该如何把这些知识转化为保护血管的行动呢？护理师在资料最后统整了3个非常核心的日常防护指南。第一，掌握饮食的主动权，学会看食品包装背后的钠含量标识，避开那些隐藏在甜食和加工食品里的化学钠。对，不要被不咸的口感骗了。第二，睡前1小时强迫自己放下手机，让大脑顺利切换到夜间修护模式，并且只要有尿意就立刻去上厕所，绝不憋尿。不要让大脑随便按下恐慌按钮。那最后一点呢？第3点也是很多患者容易忽略的，就是遵守血压测量的722原则。722原则？对，也就是连续量7天，每天早晚各量1次，每次量2遍取平均值。我们不能只依赖在医院内一瞬间可能因为紧张而失准的数据，也就是白袍高血压那种状况。没错，必须了解血管在日常环境下的真实状况。所以这一切到底代表什么？这告诉我们一个很残酷也很真实的道理：医生开的降血压药物，其实只是帮助我们在危险时踩刹车的工具。说得太好了，药物是刹车，但真正握着方向盘，决定你的血管命运要开向健康还是中风的，是你每天的这些生活习惯啊。血管的弹性与健康是无法靠一颗药丸凭空生出来的，它必须靠你一点一滴去维护。听完今天的深度解析，回想一下我们刚才走过的这24小时，你或者是你身边最亲近的长辈，最常踩中哪一个地雷呢？是不是戒不掉睡前滑短影音呢？还是习惯吃那些看似清淡，其实满满化学钠的加工食品？或者是开会追剧总是习惯憋尿？其实，如果我们把这些看似微小的习惯连接到更大的健康图像来看，你就会发现，慢性疾病往往从来都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身体对环境长期适应妥协后的必然结果。完全没错。这段话带出了我今天想留给你的最后一个反思。这份前线的护理笔记，其实给了我们一个看待疾病的全新视角。我们总是习惯把高血压当成一种随着年纪增长而退化的故障，认为是身体某个零件坏掉了。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。但听完今天的深度解析，你不妨换个角度思考，如果高血压根本不是机器的故障，而是你的身体为了应付充满隐形钠的加工食物、不间断的夜间蓝光刺激，以及睡眠时反复缺氧的窒息感，所做出最合乎逻辑、最拼命的求生反应呢？将症状视为身体在极端环境下的求生机制，这的确能帮助我们不再盲目依赖药物，而是回头去检视环境本身。所以下次当你看到血压计上的数字飙高时，不要只急着怪罪机器坏了，或者抱怨药物无效。
先找找生活中的隐形杀手。也许你该先深呼吸，停下来问问你的身体，你现在到底在帮我对抗什么样的生存危机？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场大脑与健康的深度解析，希望这些观点能帮助你重新拿回健康的掌控权。我们下次见。